在中国的8大菜系中，川菜是最普及、最接地气、最具有民间烟火气的一种。为啥子？因为它是很多菜品，可以说90%的菜品源自于民间，是家常菜，适合于东西南那种。但是他们吃的最有名堂，吃的最精彩。好滋味是川菜的灵魂，对食物在味道、口感变化上的追求，造就了川菜调味的丰富性、复杂性和神秘感。说鱼香肉丝里面没有鱼，没有鱼，但是吃出鱼的味道来。我就说有鱼，它是无中生有，就是味道调到哲学境界。到最后到嘴巴里面就是一个字，哇，好吃。这里将要呈现的是川菜中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6道菜品，它们看似平凡，但围绕着它们的各种故事，却是扑朔迷离、精彩纷呈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有一个全才，他在文学、书法、绘画等方面被公认为最杰出的大家。在政治生涯中，虽然3起3落，却曾经官至兵部尚书、礼部尚书，位高权重。同时，他也是佛教禅道的追求者。而并不广为人知的是，他还是一个集理论和实践于一体的大美食家，也是唯一一个以个人名义拥有菜系的人。他就是苏东坡。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什么呢？在我们就是说中国的几千年历史来看，很多的文人名人都会做烹调的，都会吃的，很多都是美食大家的。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有一个用名家的名号来冠以美食的这种现象。恰恰就是我们收视的名号被冠上了什么东坡肉、东坡鱼、东坡羹、东坡汤，都是带有东坡的，成为一系列的菜肴，这是了不起。以东坡命名或与东坡传说有关的菜肴和小吃有100多种，形成了东坡菜系。自古至今，以个人名字命名的菜系再无第2个。苏东坡美食人生的起点是他的老家四川眉山。眉山三苏祠是纪念苏东坡和他的父亲苏洵、弟弟苏辙的祠庙，一家3文豪，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。沾了三苏的文气，这里的餐馆饭店也充满了文化的氛围。来此参观的游客有不少会在这流水潺潺、浓荫匝地的环境中品尝东坡菜，以得到精神和物质的双重享受。而东坡菜中最著名的一道菜，无疑是东坡肘子。无论是普及程度，还是菜品自身的风味，乃至东产地标识，都让眉山成了东坡肘子当之无愧的大本营。一道成功的东坡肘子，肉要瘦而不柴，肥而不腻，既有入口即化之感，又不失醇厚之味。吃的时候，1看汁，2尝皮，3吃肉，讲究的是皮肉并重。传说中，这道以苏东坡名号命名的东坡肘子，发明人其实是他的妻子王弗。东坡肘子最初的名字是由苏东坡命名的王府姜汁肘。王弗的家在距眉山不远的青神县。在青神县瑞丰镇的中岩村，有一座中岩寺，
苏东坡曾求学于此。传说“浣鱼”占字由苏东坡所题，留下了他与王弗浣鱼联姻的佳话。那个王弗呢，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孩，作为苏轼的妻子，感到非常骄傲，同时也非常有责任心。因为他父亲讲了，苏轼将来是国家的栋梁之才，那么苏轼的生活起居也就由王弗完全负责。有一天，王弗在炖猪肘时，不小心将水煮干，猪肘在锅底的部分有一些焦糊。为了去除焦糊味，王弗就在猪肘上盖一卤汁，撒上大量姜汁和蒜泥、醋等佐料。这个苏轼也不知道这个过程，非常有兴致的就开始吃这道菜。第一筷子下去，酱香，再一次肉皮，再一次肉感非常好的五花肥肉，再下去是精瘦肉，层次分明，口感非常好。苏东坡食后觉得鲜美异常，风味独特，便将之命名为王弗姜汁肘。既然叫做姜汁肘，姜自然是这道菜品的一个关键因素。姜可能要学我们青城本地的那个土姜，香味比较浓郁，做出来的时候口感那些比较地道，然后可能姜的那个量要比较大，就是一斤肘子正确的单位方法就是10两姜，一定要突出那个姜味。姜汁并不纯粹是指生姜的汁水，而是一种复合之后以姜为纲的汁液。纲举木章、醋和糖、大蒜和辣酱，以及猪肘炖煮之后从皮肉中分解出来的油脂，它们在姜的统领下，通过高温的融会贯通，而让猪肉的香味得以由表及里。以王弗姜汁肘为发端，从眉山和青省开始，苏东坡的人生路线也是一条美食之路。苏东坡21岁时考中进士，走上仕途，到外地做官。他最后一次回到家乡，是为了料理父亲的后事。这里是苏东坡家人的墓地，安葬着苏东坡的母亲、妻子和父亲，当地人称为苏坟山或苏夫子墓。安顿好亲人的后事，32岁的苏东坡离开眉山，直到64岁去世，他再也没有返回故里。在这段生命长度里，苏东坡的政治生涯极起极落，他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留下了与美食有关的记录和传说。黄州，苏东坡人生中重要的一站。43岁那一年，苏东坡被贬到黄州，就是说给收拾了一个名衔，他降了职了，降了2个职务。黄州谭连父子就是个从八品的官，那跟太守是相差甚远的。就是说他是属于安置的对象，不是去当官的，是在那个地方反省的，在他人生的政治势头上是走向低谷。这个事件历史上称为乌台诗案。苏东坡幸而死里逃生，他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，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。刚到黄州，他就写下了长江绕郭知鱼美，好竹连山绝笋香这种美景与美食并存的诗句。对苏东坡而言，虽然在黄州只是一个小小的团练副使，入不敷出，只能在黄州城外开荒种地养家糊口，但一个发现让苏东坡大喜过望。黄州的猪肉
非常便宜。但是呢，那些富人呢不想吃，可能就像我们现在的脂肪多了，怎么样？穷人又不会弄，他就写了一首邓柔歌：清洗锅少煮水，柴头烟烟咽不起。盖他自守莫管他，火候自守肘子美。黄者好猪肉，价钱如泥头。富者不让吃，贫者不解煮。待他之手，早晨起来打一碗，饱得自家尊莫忘。这首炖肉歌中的慢着火、少着水，火候足时它自美，成了民间烧肉的13字诀，一直流传到现在。这是我们这里家喻户晓的，也叫炖肉锅吧。仅仅在那10几个字，已经涵盖了这个烹调的一些方法关键点了。我们就是传承了这些方法。这个火候这一块，我们是一直没变。使用这种方法，按照一定的选材、配料及外形等要求烧制的猪肉，被命名为东坡肉。黄州，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黄冈市，这里大大小小的餐馆都会做东坡肉。由于黄冈特有的人文和地理环境，黄冈的东坡肉别具一格。第一要选择黑毛的头猪，选择猪肉这个部位主要是猪的那个猪斗腩那块，猪的带皮的五花肉，只要中间那一块，1头200斤的猪大概就是只能闲置25斤左右，大概就做的10分的样子吧。得了苏东坡这一块金字招牌，黄冈人在烧制东坡肉时可谓费尽心思。他们在苏东坡烧肉13字诀的基础上，每一道工序都进行了优化。厨师杨祥在烧制东坡肉时，选用了由3种复合酱油晒制的酱料，利用本地的物产，加入冰糖、黄酒、红枣和小花菇，在砂煲里长时间的烧制以后，形成了一种特别的酱红色。最后把握好火候收汁，差不多那个汁啊，可以舀起来的时候有一定的粘稠度，有一定的流动性，轻轻的可以拉出丝来 ，OK 到位了。这样制成的一份东坡肉，色泽天然红亮，肥而不腻，酱香回甜，又兼顾了现代人要求的荤素搭配和营养均衡。黄州多竹，苏东坡还写下了不少与竹有关的著名诗文，比如这篇《寄承天寺夜游》：庭下如积水空明，水中藻荇交横，盖竹柏影也。何夜无月，何处无竹柏？但少闲人，如无两人耳。竹和竹笋都是苏东坡所钟爱，他根据竹笋的特性弃红烧，而用竹笋和猪肉一起清煮。他在一首打油诗中说道：无竹令人俗，无肉使人瘦，不俗又不瘦，竹笋焖猪肉。苏东坡在黄州的美食探索，还涉及酿酒和点心制作。张冰是中国烹饪大师，籍贯重庆，自小得川菜大师的真传。10几年前，张斌到黄冈生活、工作，爱上了东坡菜。近些年来，张斌一直致力于东坡菜的复原和开发。
低谷，但是他的文学创作达到了巅峰。他今天为我们留下了千古绝唱2赋一词，评价相当高的。他的人生理念在黄州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巨变。离开黄州后，苏东坡在江西各地流连了数月，并到庐山游览，再次留下了一个与美食有关的传说。东坡肘子和东坡肉在各地有不同的版本，其中传说苏东坡在江西永修因咏诗而得的东坡肘子，则代表了东坡肘子在民间的传承。碰到一个农夫中暑嘛，中暑以后救治了他，救治他以后，农夫为了感谢他，用草来提着肉来感谢东坡先生。他当时就问东坡先生怎么做呢？我要怎么做给你吃呢？东坡先生当时啊，他也说，哎呀，这里的风景特别好，特别好。他吟了一首诗：禾草珍珠透沁香。结果那个农夫就听了谐音了，就是讲禾草整煮透沁香，他就以为是把这个猪肉这么做了，然后他就真的这么做了，结果拿出来以后效果特别好。在庐山西海风景区境内，一座被森林、湖泊所环绕的黄色山庄，以泥土的本来面目出现在人们眼前。山庄的墙体结构全部由原色泥土构成，内部则辅以原木支撑，当地人称为土巴屋。用洁净的稻草捆绑猪肉，在土盆中码味，除了酱油之外，几乎不用其他的调料。我们后来的人呢，又改良了一下，他用稻草和那个粽叶包粽子的那种叶子呢，把它全都铺的，里面既有那个清香的那个粽叶的味道，也有那个稻草的香味。将码好味的猪肉集中烧制，当地人称为肉煮肉，而且只能用柴火烹煮，这是土巴屋东坡肘子的特点。我们这是最少要7、8个放在一起，因为肉煮肉，它才有那种味道，原汁原味，你才吃得到我们这个土猪的味道啊！一直是这样做。过去什么大块吃肉，大碗喝酒，过去不都这样吗？苏东坡获得平反后，回到官场，几经调任，他被派到富庶的杭州，出任杭州的地方长官。杭州的城市地位和地理条件，在为苏东坡提供治理城市用武之地的同时，也为他的美食爱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好条件。因为杭州啊，原材料呢，应该其他地方呢来比呢，应该相当丰富了。因为它东面是东海，在我们杭州的北面是杭嘉坞平原，就是梧州、嘉兴、产娘的地方。在西部西面是山区丘陵地带，全都山里的山货。再一个呢，在富阳我们有豆腐皮、千岛湖、淡水鱼，这种都是杭州非常丰富的食材，所以为杭州菜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。杭州是东坡菜的一个集大成之地，这是苏东坡第2次到杭州做官。18年前，他在出任杭州通判时，曾在孤山寺与慧勤禅师结下茶缘。今天，遍布各地茶馆中的对联“欲把西湖比西子，从来家民似家人”，就是他在杭州时写下的句子。当时的杭州，每到雨季，西湖就会泛滥成灾，直接影响到百姓的生活。苏东坡给朝廷上了一道表彰，简述他疏浚西湖的计划和理由。此项计划得到批准，
苏东坡开始和数千工人和船夫一起行动起来，历时4个月，工程完毕。按照苏东坡的设计，挖出来的淤泥筑成了一道长堤，人们以他的姓命名为苏堤。有名的西湖十景中的苏堤春晓、三潭印月，都是在苏东坡的年代建成或形成。苏堤的修筑不但让西湖从此波平如镜、秀美绝伦，还让西湖地区成为了物产丰茂的鱼米之乡。西湖的改造完成以后，苏东坡烹制猪肉，与民共享。这种烹饪方法源于梅州老家，此后又在黄州加以改进。这一次，他再次因地制宜进行完善，并最终在这次宴饮中大获成功。自此以后，东坡2字就成为了金字招牌。他所创菜品均会被人在菜名前冠以东坡作为标识。自苏东坡改造西湖，并以东坡肉与民共享之后，这道红烧肉就成了杭州城千年已降的镇西名菜。杭州城里城外，名厅小馆，几乎都能烧出一份色香味美的东坡肉。关键为什么杭州最好呢？第一个是选料，因为选料呢，杭州选用的是金华两头乌，相对来肉质细腻、皮薄，是吧？脂肪厚度都适中。第二个呢，我们调料呢是用就是黄酒，我们用绍兴黄酒来烧红烧肉，所以它的香味就完全不一样的。酱油又是我们当地产的酱油，所以呢它的色香味在刀工大小一样，就色香味形，是吧？全齐了。不管能吃肉不能吃肉的人，东坡肉都能吃下去，因为它的烹调方法。但是归根结底是苏东坡。苏东坡一生坎坷，既有过大富大贵的生活，也有过穷愁潦倒的时候，却总是保持着富贵不淫、贫贱不移、威武不屈的生活态度，乐天知命。无论在何种情况下，他都始终善待一箪一食。他的一生除了奉献出光艳万丈的诗文，还有煮肉烹鱼、烧汤做羹的技艺，使我们在仰望历史星空中不朽伟人的同时，仿佛也听到了锅碗瓢盆的交响。